为什么我们会对揭露真相的人发火，而不是对制造谎言的人发火呢？保护什么呢？保护一个已经破碎但还能勉强维持的假象，还是说我们本能的害怕那种失控的感觉？我们总说信任一旦破裂就很难修复，但可能真正可怕的不是信任的破裂，而是我们为了维持一个破裂的信任而做出的种种妥协。面对谎言，也许最难的不是发现真相，而是发现真相之后怎么办？是选择原谅、对峙，还是逃离？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为你读书。还在想怎么开始这期节目。昨晚呢，读完了《亲密谎言》这本书的第6章，突然就有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。我想先跟大家聊聊阅读时的那些瞬间，那些让你停下来重读一遍然后又陷入沉思的句子。当然分享这些不是为了给出什么结论，而是想知道你们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停顿。读这一章时呢，我的第一次停顿是在艾丽森的故事。艾丽森的姐姐告诉她丈夫出轨了，然后艾丽森居然对她姐姐大吼：你有什么资格来破坏我的婚姻？读到这我当时就愣住了。为什么我们会对揭露真相的人发火，而不是对制造谎言的人发火呢？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的经历。她发现闺蜜的男友劈腿，她好心的去提醒她的闺蜜，结果呢，被闺蜜拉黑了整整2年。当时我们都觉得闺蜜太过分了，但现在想想，也许她只是在保护什么。那保护什么呢？保护一个已经破碎但还能勉强维持的假象，还是说我们本能的害怕那种失控的感觉？读这一章的第2次停顿更加复杂。书里提到了一个概念，叫谎言帮凶。戴安帮丈夫向债权人撒谎，向他的母亲撒谎。当然这种撒谎戴安知道是假的，但还是做了。我就突然想，这种帮凶状态是不是我们都经历过？比如同事让你帮忙应付一下老板，朋友让你替我找个借口等等。当时呢，我们可能觉得是在帮忙，但你现在想想，是不是也在成为某种谎言的一部分了呢？想到这儿，这里还有一个矛盾，就是拒绝帮忙，关系可能破裂；答应帮忙，又违背了自己的原则。这种两难好像就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。读到劳力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有点怎么说呢？有点心惊。他小的时候发现父亲出轨，成了秘密的守护者。长大后，他对伴侣的谎言的容忍度特别高。作者说这是代际传递，就是父母如何处理谎言的方式，会传递给他的下一代。这让我开始反思自己。我妈妈当年面对我爸爸的某种不太诚实的行为的时候，她总是选择沉默，假装没看见。现在我发现我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也是回避。这是巧合吗？还是真的存在某种无意识的模仿？更让人不安的是，如果我意识到了这种模式，是否就能改变呢？还是说这种深层的行为习惯已经像基因一样刻在了我们的身上？我没有答案，但觉得很值得去思考。读这一章的过程中，还有很多零碎的想法冒出来。比如说关于信任，我们总说信任一旦破裂就很难修复，但可能真正可怕的不是信任的破裂，而是我们为了维持一个破裂的信任而做出的种种妥协。
就像胶水粘起来的杯子，表面看起来完整了，但其实已经变了质。另外，关于孩子，如果孩子目睹了他的父母之间的谎言和容忍，他们学到的可能不是诚实这个词的含义，而是复杂的人际关系。这种复杂是成长的必需品，还是一种负担？第三个小思考是关于自己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对某些人的包容，可能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，还是某种形式的逃避呢？逃避冲突，逃避真相，最后是不是也在逃避真实的自己？这些想法可能非常的散乱，但我觉得阅读本身就是这样的，不是为了得到整齐的答案，而是为了打开更多的问题。如果让我总结第6章给我的感受，我想说，面对谎言，也许最难的不是发现真相，而是发现真相之后怎么办？是选择原谅、对峙，还是逃离？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，而且这些代价往往不只是自己承担。但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确定的，无论选择什么，都比继续欺骗自己要好。因为自我欺骗可能是这个最深层的谎言，它让我们失去了选择的能力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现在的想法，也许过段时间再读这一章，可能又会有了很多不同的感受。读书就是这样，每次都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，发现一些之前忽略的细节。下一章我们会聊亲密谎言的第7章，题目是关键时刻。我特别好奇的是，当我们终于决定面对谎言时，怎样才能不被情绪淹没？怎样能保持某种理性的温度，既不冷漠也不失控？这个话题感觉会很实用，也很有挑战性。如果大家在读这本书或者有类似的思考，欢迎在我的评论区分享。不需要是什么深刻的见解，就是那些阅读时的瞬间感受，都很珍贵。为你读书，陪你在思考中前行。我们下次见。